大家好呀，那本期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便攜屏，然後搭配 Mac Mini 使用的一些體驗如何。那麼這一款 HTC 便攜式顯示屏呢，就是我在活動價的時候買的，是200塊錢。對於這個價格，我肯定是沒有什麼抱怨的。這個價位的顯示屏，它通常都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一些缺點。那麼本期呢，我就帶你一起來探討一下這一些缺點。就基於它的價格，我們究竟能不能去忍受這些缺點？那麼跟着我一起看看吧。我們可以看得到，它便攜式顯示屏，它們普遍都是可以支持一根 Type-C 線，然後連接到 Mac Mini 的雷電4接口那邊直接輸出畫面的。但是呢，我這邊為什麼會採用它原裝的 HDMI 線呢？那就是因為我這邊想要省多一個雷電4接口出來，因為它本身後面只有3個雷電4接口嘛，然後我這一邊主顯示器占用了一根，然後這邊呢我就不想要再把它占用一根，我就想把它就這條 HDMI 線呢，我就直接是拿來供電，就直接插在這邊的 USB 接口就可以了，才十來瓦10幾瓦，所以呢並不需要說特定的電源適配器去搭配使用。HDMI 線呢我就直接連接到Mac Mini 的這一邊 HDMI 接口，2台顯示器這樣子就可以一起使用了。那麼這一台顯示器的作用呢，我主要是用來看劇，我會播放一些影音看了可能有幾十遍的一些電視劇，然後在旁邊當做白噪音。當然也可以純聽，但是我還是喜歡有一點點畫面，偶爾瞄過來的時候可以看到有一些畫面。這個顯示器的優點呢，在我這邊其實總結的很簡單，就是它的價格，200塊錢，用很老的一句話說就是還要什麼自行車是吧？但是它對應的參數其實也是比較普通的，像是 1080P 分辨率，還有60赫茲的一個刷新率。雖然它頁面它是有標稱經過調色，然後色準怎麼樣，但實測的時候還是可以很明顯看出，跟主顯示器的區別是蠻大的。但是對於我的作用來說呢，我就說用來播一些劇再放在這邊而已，所以呢也不會說對我有什麼影響。但是如果你平時像你想買一個豎屏，然後來配合寫代碼我覺得這一款它也是挺合適的。比如說我們隨便點開一個，你可以看到豎屏它就是挺適合用來寫代碼的。旁邊主區域，然後左邊這一些就寫代碼，是吧？分開看也都是挺方便的。如果你只是用來寫代碼的話，那色準各方面好像也不用說特別講究，對不对？然後這一款顯示屏呢，我本來是有打算說要不要把它放在主顯示屏的下面這個區域，但是後面我發覺好像，如果放在這裡，雖然空間是夠的，但是視覺方面會受影響。就是我眼睛看主屏幕，然後還得時不時瞄一下下面這裡，然後感覺需要移動的幅度還是挺大的，就不同說直接放在側一邊，然後餘光一直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有這樣考慮的朋友，其實可以直接否掉這個設想，直接放旁邊吧，或者直接裝一個顯示屏支架在後面，然後把它拓展開來。如果你空間足夠的話，那應該會更好一些。我們分別展示一些我拍的照片，然後大家看一下它的色準對比，然後方便说給各位有一個參考。好的，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圖片的對比。同一張圖，大家可以看得出這一邊的亮度其實是要遠低於這一邊的。那麼在這個價位的顯示器來說，好像都是普遍的一個問題，亮度這些參數都會受到影響。但我覺得你買這個價位的顯示屏也一定不可能說用於產品設計之類的。這一款顯示屏還是更加的偏向於只是普通用來看一看劇，或者是處理一下代碼會比較合適一些。OK， 我們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底部的一些按鍵。大家可以看得到，這裡就是一個開關按鍵，長按住的話它就會開關機。如果是在屏幕菜單那裡的話，它就會顯示是退出鍵或者返回鍵。然後這是一個加一個減，然後這邊是一個菜單確認鍵，然後它這裡還有一個 3.5 接口。它這一款顯示屏它是有自帶音響的，但是效果就只是聽個響，真正的聽個響。它底部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它有一個自帶的支架的，可以從這個位置然後把它給掰開來，然後它就可以橫向的立放在桌面上。然後對於有豎放需求的朋友們，如果你覺得說買一個支架太浪費錢，畢竟這一個才200塊錢，然後你也不想說再投入什麼，那麼你可以跟我一樣拿多幾包紙巾，然後把它往上墊，然後你會發現，有時候墊的位置高度居然是剛剛好幾十塊錢一個支架的錢都省下來了。只是有時候可能你看着不那麼美觀而已，但是你自己不介意的話，我覺得這個方案是非常省心又具備性價比的。那我為什麼會選擇購買它，而不去購買某電商平台上面那一些100多塊的顯示屏呢？因為它這個它還有3年的保修期，我就想着說，既然價格也沒有差那麼多，
品牌的會相對應的有保障一些。那這是我的一些個人看法，但不排除說真的電商平台有一些不是二手，然後性能又比這些好很多的，不排除，只是看大家怎麼樣選擇。我是覺得我是比較喜歡保守一點的，所以我就選擇了它，而且自營的嘛，走的也是自營的售後，各方面我都覺得挺省心的，我就選擇了這一款。那我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了，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如果可以的話，幫忙點個讚，轉發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們。